第4个阶段，从所罗门建殿直到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牺牲。这个阶段包含了5个关键的历史数据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重要节点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，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，西府月就是2月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历史记载，所罗门是在公元前970年登基做王的。他做王第4年开工建殿，970减去4加1，也就是公元前967年，所罗门正式开工建殿。弄清楚了建殿的时间，咱们接着往下走。作为神的儿子，耶稣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年纪约有30岁。那么耶稣究竟传道传了多久呢？答案是1期之半。但以理书9章27节非常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。经文说，1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1期之半，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。这里的1期之半其实就是3年半的时间，所以算下来，耶稣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不少，正好是33年半。把这些信息拼凑在一起，一条无比清晰的时间线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。耶稣降生在公元前4年的秋天，刚好经过了33年半，时间来到了公元31年的逾越节，神的儿子耶稣就作为替罪羔羊牺牲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随着在独楼地所献上的那场大牺牲，那整整延续了4000年的献祭制度就彻底止息了。表号终于遇到了实体，遗文制度里的所有祭祀和贡献到这儿就完全结束了，完全就像但以理书9章27节早就写明的那样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绝对100%的确定耶稣牺牲就是在公元31年，那就是但以理书里极其著名的2300日的预言。这个预言像是一个精密的时钟，它被分成了2节，前面的490年是专门给犹太人的，而后面剩下的1810年则是给外邦人的，这就构成了我们推算的另一个铁证。咱们都知道，这2300日的终点是1844年。那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减法，用1844减去给外邦人的1810年，结果等于34。这就意味着在公元34年的秋天，司提反被犹太人打死，而犹太人的恩典时期就在那一刻正式结束了。使徒行传8章1至2节详细还原了当时那令人痛心的场景。经文记载，从这里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所以你回过头来看，从公元27年一直到公元34年，这正好是给犹太人的最后一个期，而耶稣正好是在1期之半，也就是正中间的那个公元31年的逾越节，使献祭止息了。真的，每一步每一个时间点都丝丝入扣，毫无破绽。好了，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咱们来算一算，这整个第4个历史阶段到底经过了多少年？拿建殿的公元前967年，加上耶稣牺牲的公元31年，等于998。但这里有个常识你要注意，因为历史纪年里面是不存在公元0年的，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必须要减去1。967加31再减去1，得出的精确数字是997年。这就是第4阶段的准确时长。那么如果我们把前面这4个历史阶段的年数全部加在一起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你看，第1阶段是1056年，加上第2阶段的952年，加上第3阶段的995年，最后再加上我们刚刚算出来的第4阶段的997年。1056加952加995再加997，总和刚好是4000。说真的，看到这个完美无瑕的结论，我简直惊呆了。父神的能力和智慧真的是人类无法测度的。神所说的预言从来没有落空过，
你翻开历史书，看看那些白纸黑字写下的时间预言，不管是150年、391年、1260年，还是2300年，每一个时间点，每一个预言的长度，真的是全部准确无误地应验了，没有出现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偏差。所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人类历史整整满了4000年的那个时间点，神的儿子耶稣非常准确地牺牲了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当6000年这个时间满足的时候，基督复临的应许也必定会丝毫不差地准确应验。